魏无羡接道。然后金子轩就当众大喊：“不是母亲的意思，是我自己想要你来的。百凤山上的鸟都被他惊飞了，哈哈哈哈！真的，比珍珠还真。”金子轩一路都在跟师姐献殷勤，跟他讲良人舌，像什么稀罕玩意似的。师姐不搭腔，他也能一直讲，还邀请他去金氏的私家猎场。子轩兄同金夫人说话十分紧张，走路同手同脚，应当是极为看重金夫人。良人舌这一段，江澄从未听人提起过，奇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蓝湛跟我躲在草丛里，我们俩一起看到的。江澄道：“你俩怎么会碰到一起？又躲在草丛里干嘛？”然后立即又道：“算了，当我没问。”魏无羡心想：你问我也不会告诉你。江澄对金陵道：“阿玲，我同你说过，金子轩真心喜欢你母亲。”他看一眼望羡二人，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。金子轩待你母亲，不比蓝忘机待魏无羡差。那金陵顿了顿，偷瞄了一眼蓝忘机，深吸一口气：“魏无羡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娘？”江澄不满道：“他是段秀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我要声明一下，我不是段秀，我是喜欢蓝湛，喜欢他这个人，只喜欢他一个，而他刚好是男人，懂吗？同理，蓝湛也不是段秀。”江澄嘲道：“蓝二夫人，您今晚还没休够吗？”魏无羡白他一眼，不理他，又问金陵：“阿玲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他们都说夷陵老祖对我娘求而不得，因爱生恨。他这么想很奇怪吗？我也这么想过。你觉得我对师姐是那种喜欢？我怎么知道到底是哪种喜欢？我只知道你从小就看不惯金子轩。你不也看不惯他？我是阿姐的亲弟弟，你不一样。如果不是阿姐从小就喜欢金子轩，把阿姐托付给你也说不定。难道我会把她嫁给不熟悉的外人？江宗主慎言。”江澄不说话了。的确，刚夺回莲花坞的时候，他动过这个念头。毕竟那时只剩下他们3个人了。后来战事越来越紧张，魏无羡的招数也越来越邪门，招致的非议也越来越多。无论是损他、谤他说他邪魔外道，还是崇他、敬他说他功高盖主，都在江澄心里埋下尖刺。战后，新招的门生们都有些怕魏无羡，魏无羡便时常跑出去喝酒。老金夫人倒是以于夫人旧友的身份来往得十分密切。聂兰金3家3尊结义，同盟极为牢固。江厌离依旧喜欢金子轩，金子轩似乎也改变了许多。金家富庶，且受战火牵连最小，根基稳固，与金家结亲，对百废待兴的江家而言十分重要。有许多事，江澄来不及细想，既已发生的事情是那样的恰到好处，江澄便顺其自然，顺水推舟了。魏无羡诚恳道：“阿玲，我对师姐不是那种感情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师姐是我的亲人，长姐如母，师姐待我如同亲弟，我待她亦如亲姐。”突然，魏无羡转向蓝忘机，问道：“蓝湛，你别告诉我，你也这样想过？”蓝忘机只道：“金夫人待你很好。”其实他那时以为自己的感情不会有结果。如果是真心待魏婴好的姑娘。魏无羡在桌下握住蓝忘机的手：“你记不记得百凤山围猎之后，你来云梦看我？”“那时我不懂事，跟你吵了架，我心里不痛快，又不知道为何不痛快。我回到家，在祠堂寻到师姐，我问她，人为什么会喜欢另一个人？”蓝忘机的眼睛倏地变亮了。我那时是懵懂，不省事儿，但并不是全无感觉。江澄也听懂了。难怪你每次都孜孜不倦地去讨兰儿的嫌，你从小对着兰儿讲话，声调语气都不一样。他不是现在才这样吗？求学时候就这样，对着我们就是喝酒打架滚，对着蓝忘机就是蓝湛，兰儿哥哥。学完魏无羡的腔调，江澄自己把自己恶心到了。魏无羡怒道：“你既然早就看出来了，为什么不点醒我？”江澄也怒道：“我他妈有病才能看出来，你从小对蓝忘机是那种龌龊心思。”“哪里龌龊了？”“我他妈怎么知道哪里龌龊了？总之就是很奇怪。你知不知道，连聂怀桑都说他看过的春宫撩过的姑娘没有你多。”魏无羡气道：“你当着金陵讲这些做什么？”江澄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又提到了魏无羡当年的斑斑劣迹，也许刚才实在是被2人捂耳朵辣眼睛的合奏和剑舞恶心到了，心头郁气难消，总还想刺蓝忘机一下。但此刻观蓝忘机神色却是面无表情，分毫不为所动。蓝忘机这些年早就被魏无羡宠得暖心润肺，轻易不吃飞醋。方才又听魏无羡和江澄你来我往，
理清了许多旧事，此时自然不会为江城的雕虫小技所扰。金陵笑了笑，继续埋头喝汤，心里隐约有种愉快的感觉。他觉得舅舅和魏无羡的关系似乎有在变好。蓝忘机打断了他俩的争吵，郑重道：如兰，金夫人她很好，百凤山围猎，金子勋当众诋毁魏婴，语及江家。蓝忘机把江厌离在百凤山维护魏无羡的话复述了一遍，时隔多年，竟也一字不差。最后蓝忘机道：金夫人持家有道，素有贤名，刚直有谋，聪明慧捷。师姐又温柔又刚强。我在云深不知处揍了你爹，他们解除了婚约，师姐也没骂我，只说强扭的瓜不甜，不是他的东西他便不要。如果不是你爹后来死缠烂打，师姐也不会回心转意的。蓝忘机看了魏无羡一眼，握住他的手，不让他再说话。蓝忘机道：子轩兄为人正直，有侠者之风。当年我们为温巢所迫，受困玄武洞底，温巢欲抓一人放血引妖兽出洞，子轩兄挺身而出，一直护着那名修士。魏无羡心想，明明是你们两个人都在护着绵绵。不过魏无羡没有拆穿蓝忘机，只是补充道：在狼牙，他以为一个小散修一直给他送汤，就很是维护那名散修，全不在乎门第背景。后来发现汤是你娘送的，也算是知罪就改，认错态度良好。你父母都是很好的人，所以相互吸引。金陵眼眶酸涩，从小他便听人议论说母亲其貌不扬，资质平平，全仰仗是江家嫡女才能嫁给父亲。父亲一边对母亲虚臾委夷，一边学祖父那般沾花惹草。江城的确有告诉他许多事，但金陵已经很难分清江城说的到底有几分可信。今夜听蓝忘机和魏无羡讲完，他才更加确定，他的父母都是那样正直美好的人。他们曾险些擦肩而过，但终究走到了一起。在相守的时光里，他们深爱着彼此，所以才有了他。他终于可以坚信，他不是家族联姻的产物，他是父母爱意的结晶。夜风习习，星月朗朗，这是他成长至今收到的最好的生辰礼物。百凤山围猎，因着金陵年轻，此次围猎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各家的年轻一辈，各家只出1至2名长者负责领队。原本魏无羡也能同蓝忘机一起领队，奈何魏无羡前一晚的表现太过突出。清晨，蓝启仁检阅旗阵时，肃然道：无羡，你同我一道去观猎台。于是此时此刻，魏无羡便出现在了观猎台上，腰杆笔直，目不斜视，坐姿无比的姑苏蓝氏。金陵领着兰陵金氏的旗阵率先出场，花雨漫天，花香四溢。魏无羡如坐针毡，十分想去给金陵制花，然而他忍住了。魏无羡亲自添了茶水，恭谨地呈给蓝启仁。叔父，您请用茶。欧阳子珍领着欧阳家的旗阵出场，花雨纷纷，花香袭人。魏无羡也很想去给小子珍制花，然而他忍住了。魏无羡乖巧地递上果盘。叔父，您请用果脯。蓝景仪和蓝思追领着姑苏蓝氏的旗阵出场，韩光俊作为领队，在阵尾护阵，观猎台上暴动了。是韩光君啊！哎呀！花雨以盆倾瓢泼之势，疯狂地砸向蓝家旗阵。魏无羡镇定自若地端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女修们躁动又痴狂的神态，心里美滋滋。我家蓝湛就是受欢迎啊！韩光君好帅啊！魏无羡想，姑娘，你真是好眼光。韩光君，我喜欢你。魏无羡想，姑娘，你真是好品味。韩光君，看看我啊！韩光君娶我。魏无羡想，姑娘，您真是想多了。其实是金家和江家都各有几个女修已与魏无羡熟人，知他不会介意，便当场怂恿众人开起玩笑来。女修们爆发出一阵整齐划一的呐喊：韩光君娶我！韩光君娶我！韩光君娶我！魏无羡欢乐地嗑着瓜子，笑得花枝乱颤，开心无比。夫君人气爆棚，本老祖与有荣焉。突然，蓝启仁敲了敲魏无羡座椅旁的小戟，以目视魏无羡。魏无羡起身，缓步踱到观猎台边，悠然道：姐姐们，劳烦让一让，给我留个位置。魏无羡笛子转得飞快，顿时便有几个女修闪到一旁。
方才气氛太过狂热，一时昏头，起哄者无数。夷陵老祖余威犹在，终归还是有不少人怕他的。魏无羡道：好姐姐，送我几朵花好不好？与他相熟的女修嘻嘻哈哈地塞了一捧花给他。